今天我们来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印度军队的眼高手低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以及在这么多年后，为什么还解决不了这一问题？首先，大伙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印度陆军在13年前的2011年打出来的这么一个标语，内容是这样的：我们迟早要进入北京和拉萨。然后搭配图片的文字，说的是当年还是印度陆军精锐主力的 T-72主战坦克正在向中印边境地带增兵。那么13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印度陆军所在的位置在哪儿？答案是还在中印边境上打转转，站在高原风口和西北风。你别说是拉萨和北京了，这印度陆军在过去13年里未能寸进一步。口号和标语流于形式，13年后照样原地踏步。可以说，印度陆军不是一支路边阿猫阿狗那样的三流陆军。准确来说，你要是不考虑中国，印度陆军在亚洲确实是头一霸。别的不说，光2000辆朝上走的主战坦克组成的印度版钢铁洪流，你放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看了都得脊背发凉。更不用说人家印度这些年来还没少搞军事改革和强军建设，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除了通过一如既往对外的采购，为印度陆军增添了大量新锐坦克、远程火箭炮、自行火炮等主力作战装备外，还通过外来技术的引入吸引逐步为印度陆军建立起一套有部分自给自足能力的国产军工企业。一些基本的炮弹、导弹等消耗品基本都是印度国产了，甚至连 K9 自行火炮和 T90S 主战坦克这样的重型装备，印度人也能来组装。常说中国军民是幸福的，通常情况下我们总会拿祖国强大的军工业和印度人比，看印度人这不行那还烂的时候，再把印度人奚落一番，谈笑风生。可如果我们暂时不看不可复制的中国式奇迹，单看亚洲范围内印度周边的其他国家，甚至我们把目光再放长远点，把整个中东乃至非洲都囊括起来，那么还有哪国家能做到印度这种军事发展速度呢？在相同体量下武装起这么一个坐拥2000多辆坦克、各种高精尖主力装备、100万大军且实力不俗的陆军吗？答案还真没有。别说被印度整天找茬的巴基斯坦不行，印度周边那一圈总是爱买中国装备的国家也不行，就是号称中东小霸王的以色列拿出来比比，那也会被印度陆军拿体量优势给碾压。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得出结论了，印度人搞军事那真的是下力气真抓实干去搞的搞出来的成果和发展速度可以说除了比不上中国之外，那是中国以下无敌手。但最令印度人头疼的也就在这儿，不管你怎么努力就是追不上，超不过中国，就好像和中国之间隔了一道永远填不平的马里亚纳海沟。并且印度人也不只局限于和平追赶，当他们觉得自己拳头变硬的时候，那真的是敢拿出来试试的。最近几年中印边境上频繁的印军越境挑衅事件就是证明，怎奈结果无一例外，他都是被我军揍了个鼻青脸肿满头包。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有印军被揍的浮尸河滩，死伤遍地，隔了一夜冻死一地人之后才匆匆跑回来收尸的。其实印度人自己也想不明白，我这么努力我这么上进，为什么成绩还不好呢？凭什么？怎么就比不过中国呢？不少印度军事专家和印军退役将领那叫一个奋笔疾书想不明白，就是要搞清楚答案。我们要知道印军和解放军之间最大区别、最大差距其实不在装备上，也不是在人员素质和战技术素养上，而是在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无与伦比的东西，一支部队的精神小到让一个士兵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战的。其实这一点不只是解放军，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大一点，放在中美俄3个军事强国上，我们就能发现，不止我国注重基层军队的精神思想层面建设拥有政委和指导员体系，俄军那边呢也有传承自苏联政委体系留下来的思想建设班子，美国也不例外，每个师都有自己的战士传承馆，让新兵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前辈们呢又是为什么而战的，下到基层各种心理辅导员，能跟进每一个美军士兵。那么印度那边有能与之对应的东西吗？答案是啥也没有。印度军队作为一支旧式殖民地武装改造而来的四不像军队，本身就千奇百怪，啥都有，像军阀不像军阀，说像私兵不像私兵
都这年头了，你见过谁家军队的将校和将军出门打仗还带一堆仆人端茶按腿前呼后拥吗？啊，印度军队就这样。对印度军队高层的大人物来讲，手底下的普通印军士兵更像是自家仆人团和谋取利益的打工仔。你只要这样的印军高层能重视士兵的思想建设，不现实。而对于普通印度士兵来说，当兵参军那就是找一个铁饭碗工作，干上10几年不会被辞退，退伍后还有吃到死的退休费能享用。在印度那是纯纯的美差，这也就无怪印度人都挤破头想当兵。但当兵也是有代价的，不想别的，只想安安稳稳混退休，然后拿退休金名额走人的印度士兵那是大有人在啊。你只要这样的印度士兵能有所觉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啊，有强大的精神，显然更不现实了。你总不能给这帮印度士兵啊说你是为自己的退休金而战吧？啊，开什么玩笑！我人都死了，我哪来退休金呢？有命挣没钱花的道理，这印度士兵那可是懂得很啊！要不每次和解放军刚一交手就逃得那么快，人家也不是傻子。归根结底，让一支军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有精神信仰上的力量，这是比先进武器装备还要难得到的真正的屠戮秘术。拥有此种能力的军队，放眼望去，尽是如中美俄这样的世界顶级军事强国。那印度军队的前身是什么呢？那是给统治印度的英国人打工的殖民地军队。英国人那临走祸害印度都来不及呢啊！故意遗留的印巴问题持续到今天仍在发酵，就是证据。英国人显然不可能把此等屠戮秘术交给印度人。印军自身改革不彻底，啥样都有，奇葩遍地，堪称21世纪最缝合的军队没有之一。真正强国军队的核心秘籍没有基础，更无谈掌握。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就是买再多的武器装备都不好使，再先进的武器也没有灵魂。毕竟战争终究要靠人来打，靠人来取胜。单凭这一点，别说印军13年前那一句我们迟早进入拉萨和北京的口号，到13年后的今天仅仅是句口号，给大伙徒增笑料。就是再过13年，印度陆军这积难重返的骨髓恶疾要是还在，那13年后的结果和今天也不会有任何区别。